自古以来，形容一个女孩子漂亮，可以说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其实这8个字呢，最早是形容中国古代4大美女的。4大美女大家都非常熟悉。那这8个字对应的是沉鱼是西施，落雁是王昭君，闭月是貂蝉，羞花呢是杨贵妃。其中西施、貂蝉、杨贵妃大家比较熟悉，而昭君呢，很多人可能听过，但是关于她的故事啊，却数之不多。因为其他3个人有很多影视剧嘛，去演绎他们的故事，而昭君的就比较少。离开了沙湖口之后，我就直接进入到内蒙了。第一站就是去看呼和浩特的昭君博物馆，在那个地方还有昭君墓。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4大美女之一王昭君的故事。现在呢，我已经进入到内蒙古区域了。中国有4大高原，分别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前面3大高原我已经去过了，最近呢就会在内蒙古转一转，最后呢沿着边境线去东北。对于内蒙，其实我不太熟悉，以前知道内蒙就是有一个内蒙古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其他的话就了解的非常少了。这一次呢，就在内蒙这边好好的转一转，看一看。经过差不多1个半小时的时间，终于到达目的地了。它这里呢，现在修成了一个博物馆。我们现在先来简单介绍一下王昭君。她是湖北新山人，那个地方啊，刚好靠近神农架。在西汉元帝时期，王昭君是以良家子女入选掖庭。所谓的良家子，指的不是一巫，就是商贾百工出身，在那个时期呢，地位不是太高。掖庭呢，就是后宫。王昭君进入掖庭之后，级别是待诏，待是等待的意思，诏呢就是言字旁加一个召见的召，相当于王昭君进入皇宫，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宫女，地位比较低。在那个时期，当时的匈奴向汉朝求亲，结果呢，汉朝同意了，王昭君呢就主动报名说我去和亲，这个就是著名的王昭君和亲的故事。这是王昭君在抚琴，她琴棋书画可以说样样精通，又漂亮。她这是在老家一棵楠木树下面抚琴，楠木下面呢还有一口井，叫楠木井，也是她经常打水的地方。这个应该还是10几岁的时候吧。公元前37年，王昭君入选汉宫，踏上征程的那一天，家乡的亲人们结队欢送昭君。昭君呢，则挥泪告别父老乡亲，踏上了漫漫北上路。其实呢，从昭君入选汉宫开始啊，基本上就是她命运转折的开始，也是说命运悲惨的开始。本身在皇宫里面生活就很艰难，当宫女那个时候地位是比较低的，而后面呢又远嫁塞外，这又更艰难了。从她入选宫女开始，不知道有没有回过老家，反正她远嫁塞外，后面是没有回过老家，也不可能回来了。这种宫女的身份，相当于就是等待皇帝的召见。当时王昭君相信，凭借自己的美貌、自己的才智，很快就能够见到君王。那么要见到皇帝，需要一些引荐人，特别是那个时期，皇帝要看到你，得先看到你画像。于是呢，那个时候有很多画师、画工，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些画工呢，仗着自己呢能够画画、能够画像，就对这些宫女呢要求有好处，不给好处的话，他要么不画，要么就画得不好。王昭君当时这样想的，即使不能见到皇帝，也不能失去人格，于是呢，他就拒绝贿赂画工，因此啊，数年没有见到皇帝，就是从入宫到他那个去和亲之前，都没有见到皇帝。在皇宫里面待了几年之后，王昭君呢，她呢一面鼓励自己好好生活，另外一方面呢，就想着要走出皇宫这个黄金牢笼，要去开拓自己新的人生。王昭君大概在皇宫里面生活了5年，
到了公元前33年，汉朝的蜀国南匈奴首领呼韩邪来到长安觐见皇帝，跟皇帝说：“我自请为婿，就是希望和亲。”一开始的话，他想求娶公主，但是作为皇帝来讲，他肯定是不愿意了。刚好这个时期，王昭君得知这个消息，他就主动上书：“我去和亲，我为了汉朝和匈奴的安宁，我愿意嫁到匈奴去。”在当时，绝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远嫁塞外，而王昭君为什么愿意呢？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希望摆脱皇宫这个牢笼，想走出去，不管去到哪里，肯定是一种新的生活。在这个皇宫里面，这种生活永远是不会改变的，就相当于是一眼能望到头，而出去了才有无限的可能。得知这个消息，汉元帝或者是说那些公主，他们非常高兴，竟然有人主动要求去和亲，当然就马上答应了。这个场景呢，就是汉朝欢送匈奴单于的酒宴上面，汉元帝呢也是第一次见到王昭君，看到真容之后，他非常震惊，怎么会这么美呢？后宫所有的美女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同时呢，他也愤怒了，为什么此前我没有看到这个人呢？尽管这个时候汉元帝非常不舍得，但是碍于国家的威严，以一国之君的颜面，他又不得不忍着悲痛，将王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相传在王昭君去了匈奴之后，汉元帝在宫中寻找王昭君的画像时，看到王昭君的画像是比较丑，这才明白呢是那些画师画工乱弄的。于是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个弄虚作假的画师处理了。欢送宴举行完之后，王昭君呢就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骑着马，冒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的去了匈奴。他是从雁门关出塞的。昭君落雁这个典故呢，也是发生在雁门关。当时王昭君来到雁门关之后，他清楚的知道，只要出了雁门关，进入塞外，进入匈奴，他基本上以后就没有机会回到汉朝，回到他老家，基本上也看不到他的父母了。这个时候呢，他心情格外沉重，于是拿出他的乐器，坐在马上弹奏。结果呢，这个美妙的声音非常动听，连空中的那个飞燕都不由自主的停止了挥动翅膀，刚好呢，它就掉下来了。这就是昭君落雁的典故。从这里就描述出昭君的才艺非常厉害。经过长途奔袭，王昭君来到草原，回到单于庭后，呼韩邪单于举行了隆重的新婚庆典仪式，册封王昭君为宁胡胭脂，相当于是他们的皇后。这个是他们举行庆典的一些场景。为什么会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呢？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当时的南匈奴是属于汉朝的属国，匈奴是求娶，汉朝是下嫁，那自然而然就必须举行盛大的典礼。第二点就是呼韩邪单于被王昭君的美貌所折服，她的才气所折服，那么王昭君作为皇后的身份，同样是要举行盛大的典礼的。自古以来，皇帝登基、册皇后、册立太子都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从这个时候起，王昭君呢就开始了在匈奴的生活。她和呼韩邪单于呢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好景不长在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等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3年的样子。王昭君呢，于是向汉朝上书求归，就是重新回到了汉朝。但是当时的皇帝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要求王昭君呢从胡俗，就是依照游牧民族收继婚制，嫁给了呼韩邪的长子。收继婚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匈奴的一种习俗。通俗一点就是说，父亲去世，儿子呢把后妈娶过来，兄弟死呢，他的弟弟或者哥哥就把嫂子或者弟妹娶过来。这就是当时匈奴的婚姻习俗，学术界称之为收继婚。这个时候，王昭君没有办法，嫁给了呼韩邪的长子，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11年，生了2个女儿。到了公元前20年，王昭君的
第二任丈夫去世，她又嫁给了另外一个单于。2年不到呢，王昭君就病逝了。王昭君去世的时候非常年轻，大概是35岁、36岁这个样子，算是英年早逝。多方面的原因吧，背井离乡，生活习惯的不同，环境的恶劣等等。王昭君的出塞，大方面的可以讲是加强了汉匈双方的交流，使中原相近的生产技术、先进的文化制度传到了匈奴，促进了汉匈民族的融合。但是如果按照王昭君个人来讲的话，她这个命运呢，其实不太好，就是一直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最开始的是无奈入选汉宫，后面呢远嫁匈奴，尽管说是自己想改变生活方式，但是最终的结果不是很好，导致英年早逝。其实不光王昭君，其他的中国3大美女结局好像都不太好。她们被称之为中国古代4大美女，但是她们最终的结局好像都不太好。西施呢，自从吴国灭亡之后，她就消失了。有一部分说法呢是她和范蠡隐居，还有很多说法呢是西施由于她那个帮助越国，相当于来说灭掉了吴国，她觉得对不起吴国的国王，于是呢也跟着吴国的国王自杀了。那王昭君呢，她出塞外和亲，最终呢是嫁给了3个人，命运呢也不是很好。那貂蝉就更不用讲了，杨贵妃最后呢是被下令自杀而亡。所以他们尽管称之为4大美女，但是结局都不是太好。昭君去世之后就埋葬在这里，它是叫做青冢。刚刚我们是在博物馆里面转了一下，现在来它的墓园里面看一看。昭君墓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有神道、碑亭、石像生、雕塑以及后面的墓冢。这个墓地总体占地呢是20多亩，这里就是神道，两侧呢是石像生。这里的石像生比较多，有牛、羊、马、鹿、虎等12对，共24只动物，对称排列，显得十分的雄壮生动。石像生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对于古人来讲，石像生具有守护、辟邪、吉祥的象征意义，很多帝王陵前都有石像生，特别是唐代的那个石像生更不得了，大，而且呢雕工非常精细。这里的石像生肯定是后期加上去的，2000多年前的石像生很难保存下来，并且当时汉朝的陵墓石像生并不多。这就是王昭君的雕塑，非常漂亮吧？它这个雕塑呢是王昭君的老家弄过来的。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昭君像都是那个王昭君老家弄过来的。在山西雁门关下面也有一个昭君墓，那里呢也有一个昭君像，都是如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昭君非常漂亮吧？我们可以说王昭君就是长这个样子。包括刚刚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一些雕君像，好像也是根据这个雕塑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王昭君的真容像就是如此。在这个神道中间也有一组雕塑，叫做和亲铜像，大概是高3.95米，重5吨。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双双骑马并肩而行，这里呢表达出马背上的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夫妻间相依相随的新婚恋情。最后就是王昭君的墓冢了，北定草洁白，唯独昭君墓上草青如茵，故名青冢。这个墓冢的形成还有个小故事，相传王昭君死后，汉匈人民都十分悲痛，纷纷赶来送葬。人们呢用衣巾包着土，一包一包的填在她的坟上。由于送葬的人成千上万，络绎不绝，每个人呢又都想多捧几包土寄托自己的哀思，所以到最后呢垒成了一座形似小山的坟墓。王昭君之所以受到汉匈两族人民的爱戴，汉朝这边就不用说了，因为她舍己为大家。在匈奴这边，自从她嫁过来之后，她就把所知道的知识传送给匈奴的老百姓，同时呢她作为
匈奴的皇后基本上走遍了当时匈奴所管辖的区域，为当地的老百姓解决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王昭君在匈奴嫁给了3个男人，保全了边境50年的安宁。所以说，王昭君受到汉匈两族人民的爱戴。在这个墓冢的半山腰有2个碑，写的就是王昭君之墓。王昭君之墓，由于它这个墓冢现在是不能上去的，所以王昭君墓我们就参观到这里就结束了。王昭君去世已经2000多年了，她这个墓如今也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她去世了，但是王昭君的故事，她的这些事迹永远会让大家记得住的。